本人养鱼翻车的次数并不少，通常是1年就会发生一次。这大多是因为我在养鱼的过程中，明明知道有些操作不可为，却偏偏想要尝试的结果。比如这一次，尝试在30大小的鱼缸里养了10多种、100条以上的小型观赏鱼。换个说法可能更直观，就是平均下来，一生水养10条小型观赏鱼。像这种脑子异常情况下才会想到的养鱼方式并不常见，所以这个视频还算挺珍贵的。下面先来回顾一下这次养鱼的过程。为了证实视频的真实性，鱼缸里养了几根水草，请大家注意在30天里水草的成长变化。经过1个多月时间的混养，决定将30大小鱼缸中的100多条观赏鱼转移到大鱼缸里。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鱼缸是作为中转缸使用的，毕竟30的鱼缸里也有10升水，加上自重，移动起来比较费力。这次参与混养实验的观赏鱼种类有10种以上，主要以孔雀鱼为主。其他常见的观赏鱼还有神仙鱼、灯鱼、斑马鱼、天使鱼、月光鱼、玛丽鱼。比较另类的有条纹小霸、虾虎鱼、鼠鱼、胡子鱼。性情比较凶猛的有泰国斗鱼、中国斗鱼、虎皮鱼和鹦鹉鱼。下面说说这次观赏鱼混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个人对观赏鱼混养的一些看法。1、不同种类的观赏鱼能不混养尽量不要混养。有的朋友可能会问，明明你自己混养了好多种，为什么不建议别人混养呢？正是我进行了这次比较变态的混养实验，才发现很多不同种类的观赏鱼养在一起，要照顾好每一种鱼基本是不可能的。就像视频中这些鱼，有上层鱼，有底层鱼，有速度型的，有迟缓型的，有偏素食的，有偏肉食的，有喜欢偏酸性水质的，也有喜欢偏碱性水质的，真的没有办法提供一个能让它们共荣的环境。所以混养观赏鱼更像是优胜劣汰的过程，适应能力强的种群能活下来，适应能力差的种群会逐渐消失在鱼缸里。2、混养不同的观赏鱼最好分清主次关系。观赏鱼混养最大的弊端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总结一下就是鱼的习性不同，造成了混养的难度。如果一定要混养，选习性相近或相同的鱼混养自然会容易些，这个就不啰嗦了。个人感觉，如果不同种类的观赏鱼混养，最好侧重养一种鱼，别的鱼作为辅助或点缀。比如，在养了几十条孔雀鱼的鱼缸里，养几条小胡子鱼或小鼠鱼，集丰富的鱼的种类，又有一定的清洁的作用，相对来说就比较合理。为什么要强调小字呢？
因为发现体型大的胡子鱼或鼠鱼对刚出生不久的小孔雀鱼也是有威胁的，很难找出绝对适合会养在一起的鱼啊。即使有了某种完美的搭配方案，可这种搭配中的鱼还未必是自己想养的品种，可能又会陷入到另外一种纠结当中。3. 切忌将有较强攻击性的观赏鱼混养。在这次观赏鱼混养实验中，有3种鱼是被直接请出鱼缸的，它们分别是中国斗鱼、泰国斗鱼和虎皮鱼。其中，虎皮鱼和中国斗鱼还都是亚成鱼，在适应鱼缸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无差别攻击其他鱼，鱼缸的空间又很小，结果可想而知。泰国斗鱼被请出鱼缸的原因很特别，它本身的攻击力并不是很强，甚至会被神仙鱼欺负，抢食能力又比较差，出于保护它的目的，不得不将其单养。神仙鱼和鹦鹉鱼也有一定的攻击性，相对来说还能接受，所以没有终止混养它们。最让我感觉意外的是斑马鱼，其中一条居然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力，甚至出现了一条斑马鱼打整缸鱼的局面。这也是我先前说的不建议混养观赏鱼的一个原因，混养的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由于这次混养观赏鱼的环境比较极端，混养的时间也不是太长，所以以上对观赏鱼混养的一些看法可能比较主观，也可能会存在一些错误，仅供朋友们参考，欢迎纠错指正。这些小鱼在1个月以后，居住环境终于有了改善，由原来30大小的鱼缸转到了50的鱼缸里。强烈不建议新手朋友尝试高密度养鱼，在同样大小、同样环境的鱼缸里养10条鱼和养100条鱼的差距是极大的。说归说，做归做，奉劝别人不要高密度养鱼是善意，可自己还是放不下对这种养鱼方法的执着。这次在30小鱼缸里养100条不同观赏鱼的想法，源自有一批要淘汰的孔雀鱼，数量有50多条，感觉直接扔掉有些可惜，就将它们暂时养在这个小鱼缸里。养着养着就萌生了挑战一下高密度养鱼极限的想法，于是开始不停地向鱼缸里放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养孔雀鱼的过程中，有2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都是在鱼缸里的鱼数量极多的时候。在生存环境能用恶劣形容的环境里，养鱼中遇到的问题会被无限放大，所以想把这次试验当成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养鱼方面的误区和不足。下面说说这次高密度混养观赏鱼遇到的2个问题。1. 活动空间过小，观赏鱼焦躁不安。在整个混养的过程中，基本就是鱼贴着鱼的状态。形象一点说，这次的混养密度等同于一个普通矿泉水瓶里养5条鱼，所以夜里都不敢关掉鱼缸灯，只要一关灯，鱼缸里的鱼就会四处乱窜，有的还会跳缸。恐慌和焦躁贯穿了整个混养观赏鱼的过程。虽然我热衷于高密度养鱼，但在以后也不会再尝试这样大的密度了。2. 鱼受伤的问题无法解决，后果十分严重。鱼缸里有一些攻击性较强的鱼，同品种之间的鱼也会因为争抢鱼食或活动空间相互撕咬，所以混养过程中经常有鱼受伤。通过观察发现，在这种高密度养鱼的情况下，体表有伤的鱼多数会在1个星期左右死掉，能够活下来的情况极少。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饲养密度过大，导致鱼缸里有害细菌的数量远远超标，
它们不断侵蚀鱼的伤口，甚至进入鱼的体内，让鱼没有自愈的机会，最终死亡。现有的条件下，想不出太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鱼缸的极端状态已经不是频繁换水或其他方法可以解决的。也许这样一种不爱相互咬的鱼能好一些吧，比如指阳孔雀鱼。这次高密度会养观赏鱼，谈不上成功，也谈不上失败，只是一次尝试。30大小的标准方形鱼缸，10升水左右，正常喂食。在1个月的时间里，鱼缸里鱼的数量最少时不低于80条，最高时在120条左右。在这种条件下，没有出现太大问题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可能只是运气好一些罢了。好了，就到这里吧。感谢观看，欢迎关注，下次再见。